从气球到起重机，美国反华已失去理性，开始歇斯底里了。一个不自信的美国会进行军事冒险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超。最近，美国系统性的反华宣传已经进入到了一种疯狂的状态，从流浪气球到可用于监视货物的起重机，再到抖音国际版，都成为美国政客攻击的目标。新成立的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也不断的火上浇油，在其首次听证会上就讨论了一连串的据称是北京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证据，大有鼓动美军对华开战的意思。用美国福布斯网站的话说，美国的问题不在于美国人对中国的崛起不够关心，而是陷入了歇斯底里和危言耸听的境地，这可能导致美国陷入一场不必要的核战争。美国政客如此反华，看起来已经忘记了朝鲜战争带给他们的教训，忘了中美之间的较量已经没有军事解决方案。换个角度来看，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极不理性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对自身军力的不自信，也就是面对中国时，美军无法再带给美国政客绝对的安全感。《华尔街日报》最近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美军事竞争的文章，假设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情景，似乎想通过这类假设和建议重建美国人对军队的信心。比如，《华尔街日报》认为，美国应该进一步增加军费投入，通过发展人工智能、高超音速武器、下一代战斗机等项目，以及再花2万亿美元更新核武器，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可现实情况是，美国2023财年的国防预算已经达到了8580亿美元，是二战以来最高的预算之一。而美国各军种仍觉得军费不够，用这些钱根本无法保证在与中国展开的军事科技竞争中获胜。美国要想维持750个军事基地和17万海外驻军的全球军事存在，必须花大笔的银子，而其庞大的核武器库几乎不可能在大国冲突中使用，除非自己也想毁灭。因此他们只能投入巨资研发常规武器。目前美国人想要大力发展高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武器、下一代战斗机、空中和海上机器人，却发现这些领域都与中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要追赶中国，几乎无法建立技术优势。五角大楼想建造更多的军舰，用于抵消中国舰队在规模上的优势。靠着思维惯性，美国海军仍在继续投资打造130亿美元一艘的超级航母，但却没能认清超级航母这种兵力过于集中的平台，在高超音速武器时代已经变成活靶子的现实。美国空军研制了2款隐身战斗机，其实在与中国的冲突中不大可能发挥重大作用，因为这些飞机的作战半径太短，无法适应在中国家门口作战的需要。此外，美国军队的装备更新还受制于国会，拥有太多的平海战斗舰和 A10攻击机，在对付中国时基本上毫无意义。随着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军工产业的技术人员和劳工严重短缺，美军庞大的舰队正面临着维修保养时间长、更新换代速度慢的问题，其军工造船业走上衰败之路已不可避免。美国空军遇到的困难也不少，其空中预警机的规模虽然很大，但严重老化，在技术上比中国落后了1至2代。虽然美国拥有的隐形战斗机的数量世界第一，但其主力战斗机 F-22装备部队已经有20多年历史了，技术上开始落后了。这些问题都不是中国带给美国的，而是金融帝国社会发展空心化的必然结果。如果中美发生战争，美国打了几十年的仗所积累的传统战争、反恐战争的经验可能并不那么管用。如果双方都遭受重大损失，一个军工产业链更加健全的中国将有能力更快速地恢复和武装自己。所以中美之间已经没有军事解决方案，对美国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避免发生战争，这就需要中美增加沟通，建立互信。我们要认识到，当美国认为对中国拥有绝对军事优势时，其政客或许会保持一定的理性。如果他们不自信了，反而有可能会丧失理性。
美国两党在讨论中国威胁并通过反华法案时，几乎听不到理性的声音。这证明美国的政客们已经得了焦虑症，开始歇斯底里了。一个更加焦虑和不自信的美国，很可能在与中国竞争时进行投机和军事冒险。美国众议院最近的举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的政客越是疯狂，中国就越需要冷静，因为失去理智的一方更容易犯错。继续这么搞下去，美国距离失去霸权也就不远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